蓝忘机不吭声地去了厨房，重新盛了一份粥，然后端在了魏无羡面前。魏无羡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这么对我好啊？”蓝忘机没吭声，问道：“喝完去公司？”魏无羡道：“行呀。”心情复杂的喝完了粥，魏无羡开车准备去公司。不知道今天蓝忘机给他盛的那一碗粥壮胆，也有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味道。他第一次正眼看着蓝忘机的眼睛，他之前也不敢看蓝忘机的眼睛，因为害怕。蓝湛，我追你有半年多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魏无羡的声音有些紧张，但是他还是咬着牙问了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问吧。”魏无羡笑了一声，舔了舔自己干燥的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除我之外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带着些询问，问道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魏无羡小声说：“你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你要是心里没有别人，就能不能再和我试试啊？算了，我就不该问这个傻逼的问题，对不起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静静地看着魏无羡，道：“没。”也不知道再回答魏无羡那个问题。魏无羡泄了气，他心里酸楚，又疼又麻，都搅在了一起。魏无羡声音发哑：“就真的不能和我试试吗？我真的可以努力变好的，我也会照顾你的。”蓝忘机眼里闪过一丝纠结，没吭声。魏无羡自然是看见了，他勉强笑了笑，他说：“那能不能抱一下？我一天上班都会有动力的。”蓝忘机静默片刻，四肢都好像僵持住不能动了一样，但是还是没有伸出手给予魏无羡一个拥抱。魏无羡等了一会，然后低下头，眼眶泛着酸，视线有些模糊，本来不想哭的，但是就是控制不住。他还是好难受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晚上见。就在魏无羡转身要上车的时候，终于蓝忘机动了一下，他伸出了手，然后抓住了魏无羡的胳膊。蓝忘机心里其实很纠结的，魏无羡之前为什么知道他的伤，还有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，他猜到了是兄长说的。当天晚上，他其实和蓝曦臣谈过话的，蓝曦臣说全靠蓝忘机自己决定，不管他做什么事，蓝曦臣都会支持他。虽然蓝曦臣不建议他们两个重新在一起，但是如果蓝忘机还是想的话，他会尊重蓝忘机的选择。这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纵容。半年来，你要说没心软过吗？那真的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蓝忘机真的心里就有一道坎，他跨不过去，他怕他们重新在一起了，他没有办法再全心全意的对这个人好。但是今天和昨天晚上的魏无羡，让蓝忘机感觉到了迷茫。他的魏婴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没有安全感、小心翼翼的。伤疤还在，他会时时刻刻提醒着蓝忘机之前的那些事情，但是因为他是魏无羡，所以蓝忘机可以为了他再尝试一次，再不济就再被骗一次。蓝忘机的手表坏了，新的手表他还没买，所以这几天一直戴着腕带，腕带把手腕盖上，倒也看不出来。但是魏无羡的情绪太难过了，蓝忘机都感觉到了伤心难过，或许自己迈出一步他会开心的吧。魏无羡回过头笑着问他：“怎么啦？”蓝忘机轻轻拉着魏无羡的手腕，他垂着眼眸说道：“你很难过。”魏无羡哑然，难道他的负面情绪已经直接影响到蓝忘机身上了？他连忙说：“没，你别想太多。”蓝忘机看着面前这个人，他明明是笑着的，但是弯起的眼睛里面还带着一些水光和难过。他把魏无羡拉到了自己怀里，魏无羡没想到是这样的发展，直接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，他的头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清淡的檀香包裹住他了。蓝忘机微微低下头看着魏无羡的头顶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无奈，然后把胳膊环在魏无羡的腰上，虽然很不真实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拥抱。魏无羡之前问他能抱一下吗？蓝忘机现在回应他了，可以抱，你开心点。魏无羡愣愣的开口：“蓝湛，你……”蓝忘机抿了抿唇，他说：“可以，你别那么难过。”魏无羡张了一下嘴，眼泪无声的划过脸颊。抱着的人是真实的，他被蓝忘机轻轻的抱在了怀里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的眼泪止都止不住，他把脸埋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然后紧紧环住蓝忘机精瘦强壮的腰。蓝忘机以为他还在难过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不是嫌弃你的手，你误会了。”
魏无羡闷闷地了一声。蓝忘机道：“你的手受伤了，所以让你不要来了。”魏无羡还是了一声，抱着蓝忘机不撒手。蓝忘机道：“所以你也对自己好点。”魏无羡在蓝忘机的怀里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。好。魏无羡这一天都很开心，因为那一个拥抱，他下班都比往常快了些。他把桌子上的文件什么的收拾干净，拿上衣服就走。结果他一起身，胃里传来了一阵刺疼，魏无羡一下子没起来，直接又跌了回去。他揉了揉自己的胃，轻轻地嘶了一声，然后从自己的桌子里面拿出2片胃药吃了。魏无羡以为还会像往常那样一会胃就不疼了，但是一路上魏无羡的胃还是很疼。魏无羡只能一边开车一边揉着胃。好不容易回到了家，魏无羡的胃疼没见丝毫好转，似乎还更疼了一些。他手脚发凉，魏无羡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。太疼了，他今天也有好好吃饭啊，中午也没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怎么现在胃这么疼？胃疼不见好转，今天晚上肯定不能去蓝湛那里了。魏无羡心里还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是没办法。他给蓝忘机发了微信：“蓝湛，我今天有点事，就不去你家了呀，我明天再过去找你去。”蓝忘机应该是在看手机，直接就回了他：“什么事？”他没有回而是问魏无羡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不来找他了。魏无羡道：“我现在在我们之前的别墅嘛，我打扫一下，估计就很晚了，所以就不去了。”蓝忘机总觉得那里不对，但还是了一声。魏无羡给蓝忘机发完信息，刚一站起来，一阵剧烈的反胃，魏无羡捂住嘴巴，直接就跑到卫生间呕吐了起来。他一边吐一边打开水龙头冲水，吐的胃里面都没有东西了。魏无羡脸色苍白，额头都是冷汗，嘴唇也没有血色。果然，胃疼起来不要命。胃里还没缓过来，魏无羡又跑到卫生间捂着嘴巴呕吐，结果吐完之后发现嘴里满是血腥味。他摊开自己的手，发现手心里面全是血。魏无羡一下子就愣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一下子慌了神，连忙打开水龙头把手洗干净，然后又把自己的嘴巴洗干净，还漱了漱口。就这几秒的功夫，魏无羡已经把自己后路想好了。但是他还是不舍得蓝湛，他和蓝湛刚有点好转。这时手机响了起来，一听就知道是蓝忘机打过来的，因为他给蓝湛设置了专属铃声。一开口，魏无羡才觉得自己声音沙哑难听，刚刚吐得太激烈了。果不其然，蓝忘机问他：“你的嗓子怎么了？胃里好痛。”喉头又涌上腥甜，魏无羡刚说了句我没又没忍住，趴在洗漱台撕心裂肺地吐了起来，洁白的洗漱台上洒上一片血红，触目惊心。他捂着嘴，手上刚洗干净又沾上了血迹。蓝忘机自然是听到了，连忙应道：“魏婴，你怎么了？”